那地产被按住了，地方债怎么办？就是我刚刚提的这个时点，这都是联动在一起的，这个联动才构成了变法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和切入点。所以我相信会议结束之后一定会有跟这个相关的改革的信号出来，到时候我可以在内部的时候清晰的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股市、地产和我们内部的流动性或者化债，它是内循环；黄金、地缘动荡和美元霸权是一个外循环。外循环和内循环的连接点是人民币价值，而我们内循环里面很注意的、很关心的，大家未来选取的行业发展，甚至投资标的，大家的人生机会的，就放在这个1055的未来的这个前景里面，最关乎大家的发展前景的是我们这个内循环。这个内循环关乎的是各位家里的这个房子最后值多少，手里的票子值多少的问题。这个黄金只是各位的标的中的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是常年不动的那一个部分。然后呢，简单的呢对15这个事儿呢做一个介绍，给大家呢是这个算是我对本周日的内部课程做的一个导论啊。第一就是大家也能明白，大富靠周期，但是大家要明白，蛋糕就这么一块，有些人根本性的命运都能发生改变，那就意味着什么？有更多的人自己该吃的那一块蛋糕没吃着，就被这个站在了趋势、站在了支撑点、动力点上面的这部分人全吃掉了，所以这部分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大富靠周期。于是曾经的这部分站在周期趋势对立面的这部分人本来可以吃到的，随着周期的转变一口都吃不着，可以说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不是周期来了所有人都雨露均沾，那刚才文丽也提到了，就是有快有慢的。好，慢的那个它是一直慢吗？它不一定，对吧？你像原来在金融啊，在银行啊，在地产，它现在减薪啊，发展变慢了，它是变慢了，或者说它的这部分蛋糕被站在趋势的那一边拿走了。那么也就是说，这场周期来，有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有人是要吃饱的，这一定如此。那么未来预计啊，未来5年啊，中国的新增啊 GDP 大概可以新增35万亿，相当于再造一个长三角的总量。这35万亿不是平均分配的。那么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你能站在最前端，能站在车头上面拿到这部分的利好。那这部分的利好怎么拿？首先你得判断趋势往哪里走，你不要横在趋势前面。首先我要跟大家说2个不好的趋势。不好的趋势就是第一，我国的人口还是会出现一定的男女比例的失调的问题，一旦失调，新生人口也会下降。第二个就是刚刚说的地方财政的问题，这2点肯定都是要深入去做调整的，也可能是我们下一个阶段变革的一个关键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尽量不要站在这2个趋势的反面。地方财政吃紧，难道还可以继续去让银行、地产公司和城投抱在一起吗？不存在的。既然都提出来了，国有3资3原则，这就是明确的给他们仨抱团这个事儿画上句号了，大家清楚啊。第2点就是什么做单身经济的呀，搞个什么脱口秀挑拨矛盾的啦，然后动不动搞什么女性领导力的啦，他就是在赚矛盾的钱，就干这个事儿的。洗睡吧，就这个事儿，它没有什么太大的空间。所以传统模式增长的瓶颈大家要看到，而且国家主力要解决的矛盾点也要看到，不要轻易的就站在矛盾点的最核心处，那就是等着被收拾了。第2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到5年规划的本质，它每一次是怎么样演变的。15嘛，开始学苏联搞计划经济，到11、15的时候，我们开始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叫规划。那就从原本的细节到微观管理，一管理就死嘛，然后呢，变成现在的这种宏观上指明方向，开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那如今已经保质保量的完成了13个，而且14、15的收官大家也看到了，9月底的时候，高层对于整个14、15期间的这个表现还是非常满意的。毕竟那么艰巨的发展任务，在外部强敌环伺，内部又发生了巨大的经济的这个被疫情冲击的情况下，能获得保质保量的完成14、15的规划成果，是非常艰难、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其实这也对我们这一次做规划，甚至提前选取战略时点进行突围，抱以了极大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轻易来的，我们这次提前了1年进行5年规划的审议，不是凭空的乐观，而是现在根据总体的形势来看，从决策层给出的观察经济主体的活跃性这个4流，就是现金流、信息流、人流、物流这4流来看，情况是很好的，所以才会选取现在这个对我们有利的时点进行15的起步。既然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好时点，对于诸位来说也一定是个好时点。因为大家要明白，我们国家，比如大家回忆一下，我们是什么时候选择的在疫情期间后来放开，就是对我们冲击最小的时候。对我们冲击最小的时候，其实也是各位做转向最好的时机。
以前过于依赖外贸的时候，稍微一动伤筋动骨，现在脱钩都拖了8年了。这个时候卡死稀土，那就是在让我们自身的产业快速冲刺的一个阶段。所以大家要看懂这个信号，不管是做职业选择、人生选择，甚至有些人要留学啊，然后包括家庭移民啊，包括就个人投资标的，包括个人资产是放在外还是放在内这些问题，都要有一个判断和认识。你再怎么判断，你都不如国家的信息全面。说我们国家既然有能力完成13个，以至于现在14个都完美5年的计划收官了，就意味着我们其实掌握了对于国家发展的这个规律的真谛。不然的话，你违反规律，你肯定完不成啊，你肯定是要受惩罚的。如果事事都是想当然的话，肯定不会14个5年规划都保质保量如期完成。如果你的信息能力没有国家强，以及你也相信国家能完成这么多规划它不是个偶然，那么你就不如相信国家的判断，协助自己做判断，这是最好的办法。这也是搭顺风船的办法，这也是前面我提到的，如何这个蛋糕里边你不是那个没吃着一口的那个，而是吃大了一口的那个，其实就是清晰准确的跟紧国家的步调和方向。这一点其实是你在用国家做判断的依据，为自己做依据。因为于国家而言，你好了对它的价值总比你好了对美国的价值大吧。国家是希望每个人资产尽量有修复，大家都能搭上这辆快车，那本身国家的负担也会减轻啊。如果社会的贫富差异没有那么巨大，反而很均衡，整体上步入小康，这不就是最稳定的社会形态吗？所以大家现在要读懂国家的公开喊话是什么，一定要清晰自己在国家要求的趋势里面可以去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一点是很关键的。相当于说，接下来所有包括我今天给大家解读的这个国产3资的3原则，以及这个前面提到的学习时报上面的这个股市让老百姓的消费更有信心，这些信号要学会读得懂，这样才能踩在这个导航图上，才能被精准的引导向应该去的方向。总体上来说，我们15搭的是工业框架，对吧？到65的时候解决了温饱并且改革开放，15的时候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2.5的时候提出科学发展观，14.5的时候开始聚焦于强起来。那么从9月底的这次各部委给出的14.5的规划，好，我们现在有信心的，是乐观的。总体上国家根据它的位置能看到的信息得出的结论是一切向好，未来可期。那么也给出了中台文里面6个大的发展方向，对吧？这6个发展方向就是国家告诉你的未来可期，可期在哪里？科技挂帅嘛，那池子就这么多，都给老灯股了，小灯股怎么发展？是不是这么回事？大家要清晰一点。最直观的跟大家相关的就是鸡蛋尽量放在小灯的篮子里，不要放到老灯的篮子里啊。然后呢，在15这个规划里面，我也提到了重点的2大改革，一个就在我说的中央和地方的这个税负财政的规则可能会发生改变，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看给出的文件和各地的试点有哪些新的方向，我们可以去了解和把握。第二个就是人口，虽然我们不会进入到说像俄罗斯这种红线告急的阶段了，但是加剧对立的、加剧分化的，不管是贫富分化还是男女分化还是阶层分化，都是会被打击的对象。而相反的，尽可能的能够平权的，大家要明白，最平权的东西就是科技，科技是带来阶层平权、男女平权、代际平权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和抓手，也就意味着能够实现国家的科技发展，同时带来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群之间平权的这部分的科技是很重要的未来的增长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最后一个就是怎么去把握这个风口。那这个风口呢，大家要把握一个点，就是画同心圆。大家可以以这个科技最高的科技树为一个圆心，围着它，在它的外围找自己所在行业的发展点，而不是说那我就在房地产行业，我就要牢牢的站住这个阵地，不是这个逻辑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不要唱对台戏，要借顺风车。